你是不是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刻？想哭却忍住了，想求助却说没事，明明心里早已崩溃，嘴上却还在说我可以，我没关系。你太习惯扛，太习惯撑，太习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把自己收拾整齐。你以为独立就是力量，以为坚强才值得被尊重，以为自己解决才是成熟的表现。所以你把难过藏进日常里，把焦虑藏进行程里，把真实藏进表面的平静里。可是啊，当你不愿接住自己的时候，宇宙也无法靠近你，因为你连自己都不愿意停下来看一眼。你怎么能允许别人来拥抱你？你怎么能真正相信你值得被接住？你把自己锁在自我保护的壳里，你看起来很坚强，但你也很孤单。你不是真的不想被爱，你是不敢放松，不敢松手，不敢相信别人真的会接住你。于是你选择先放弃自己。可是亲爱的，宇宙不会因为你脆弱就离开，它反而等着你，在某个瞬间，愿意先接住自己。接住自己，不是要你马上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你愿意在混乱里说一句：没关系，我先陪着我自己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你发出的能量会改变，你不再是那个不断向外寻求支持的人，你变成了一个懂得在内在建立安全感的存在。宇宙听得懂能量的语言。当你选择接住自己，你就是在对宇宙说：我准备好迎接支持、爱、祝福与奇迹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真实。当你愿意诚实地承认我现在很累，当你愿意在夜里对自己说没关系，我在，当你愿意在崩溃中抱住自己，不责备，不压抑，只陪伴，那就是你正在接住自己。这份陪伴不是临时的安抚，它是你在练习重新信任，信任自己的感受，信任自己的情绪，信任自己本来就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你会发现，越是能够温柔地接住自己，越不需要在外面用力讨好、证明、挣扎。你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同来定义你的价值，你不再需要透过成就来交换爱。你开始知道，我就是有价值的，即使此刻还在混乱、痛苦、不完美的状态中。这样的你开始发出稳定的频率，而这样的频率就是宇宙能够对齐的讯号。当你愿意先接住自己，宇宙就会开始派人来接住你，派来温暖的话语、适时的机会，你从没想过的支持与帮助。它们不是奇迹，它们是回应，是你终于愿意打开自己的结果。因为你打开了，你不再封闭、压抑、拒绝，你不再说我很好来推开所有靠近，你开始说我也需要被理解，我也需要被照顾，我也值得放松。这些话语就是灵魂的语言，是你对宇宙的允许，是你为自己所做的最大转变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等别人来看见你，才愿意好好看自己。请不要等事情够严重，才给自己休息与拥抱。从现在起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问问自己，我今天需要什么？不是目标，不是表现，不是进度，
而是情绪上的需要、心里的渴望、灵魂的呼唤。你不是需要变得更坚强，你需要的是更温柔地允许自己软下来，哭出来，说出来，然后被接住。而你最重要的功课，不是让宇宙来爱你，而是你先爱你自己，先接住你自己。当你这么做了，宇宙就会来接住你。那不是交易，那是一种能量的共振，一种来自内在稳定的磁场，召唤来外在的奇迹。所以请你相信，每一次你愿意接住自己，都是一次深层的显化，都是一次与宇宙的深度连结，都是一次灵魂对自己说，我准备好被爱了。你从来都不是孤单的，你只需要从自己开始，轻轻的、温柔的、稳稳的接住你自己。想开始新的关系、新的计划、新的生活，但你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卡住你，让你迟迟无法启动，无法自由地前进。你可能以为是因为你还不够准备，还不够强大，还不够安全。你也可能以为是因为你太痛了，太多伤还没愈合，太多情绪还没处理，所以你不能动，不能开始，不能创造。但事实是，阻止你创造的不是痛，是你对痛的抗拒。痛从来不是问题，它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它只是来告诉你，某个地方需要被看见，某段经验需要被疗愈，某个部分的你正在敲门。你之所以卡住，不是因为痛太大，而是你太怕进去，太怕感受，太怕如果你真的允许那份痛存在，你会崩溃，会失控，会无法回来。所以你收紧自己，你用理性分析它，你用忙碌掩盖它，你用冷静压抑它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痛，但事实上，你只是卡在了不动的能量里。而创造是流动的，是必须让能量自由来回穿越你，你才有办法开始做出新的选择，想出新的灵感，说出新的语言，打开新的通道。当你抗拒痛的那一刻，你就切断了自己的创造力，因为你在对宇宙说，我不愿意感觉，我不愿意敞开。但创造是需要敞开的，是需要你与情绪连结的，是需要你先说真话的。不是你必须变得完全没有创伤才能创造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带着这些创伤前进。真正的创造不是等痛结束才开始，而是当你说我愿意一边痛一边走，能量才开始流动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你需要诚实，你不需要无所畏惧，你需要愿意靠近恐惧，你不需要解决所有的情绪，你需要允许它们存在、经过、转化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创造不是战胜痛，而是与痛共生。你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，其实取决于你有多深地容纳过自己。你敢感受多深，就能触碰灵感多深。你敢走进情绪多远，就能看见灵魂多真实的光。很多最有力量的创造，都是从伤口长出来的。你以为他们会毁了你，但其实他们是在为你开路，让你有机会触碰到某个更深的维度。
那是表面快乐触碰不到的，那是只有真正流泪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，说出的话，活出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，不要再怕痛了，你越是压下它，它越是困住你，你越是接住它，它越是带你前进。痛不会永远，它只是需要你为它开一扇门，说一句我不逃了。那一刻你会发现，你根本没有崩溃，你只是流动了，只是松了，只是让自己不再锁在防卫里了。而那个松动的空间，就是创造的起点。从这里，你可以写，可以画，可以爱，可以选择，可以重新定义自己。创造不是来自力量，它来自真实，来自你对自己的诚恳，来自你说我愿意穿越这些东西，因为我的灵魂想要活出新的故事。别再害怕进入那份痛，你不会永远困在里面，你会穿越它，并带着礼物回来。真正的你，不是痛里的你，也不是逃避痛的你，而是那个愿意与痛共处，仍然选择创造，仍然选择爱的你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自由的你。你努力了很久，想要改变什么？想让人生变得更顺利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想让每一件事都照着计划走。你读书、学习、练习显化，设下目标。你用尽心力去控制、去优化、去调整，希望结果可以更接近你想要的模样。但你也发现，越是用力，越是执着，好像事情就越容易卡住，进展缓慢，甚至原地打转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？是不是我还不够高频？是不是我还有什么要修正？亲爱的，也许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你哪里需要被修理，而是你忘了，创造的本质不是掌控，是允许。当你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创造才会自然发生。因为真正的创造，不是来自匮乏，不是来自压力，不是来自我要改变这个状况，而是来自一种深层的信任。信任此刻就是刚刚好的起点，信任你已经在对的频率里，信任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创造的源头。允许是一种能量的敞开。当你说我允许自己现在还不确定，你就松开了对答案的焦虑。当你说我允许自己此刻感到混乱，你就为转化预留了空间。当你说我允许事情还没发生，你就不再限制它只能用某种方式到来。允许并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接纳。接纳这一切都还在成型，接纳你正在经历过程，接纳有些东西需要时间，需要成熟，需要你的陪伴。当你愿意这样看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创造不需要太用力，它就像一颗种子，只要你给它空间、阳光与水分，它会自己长出来。你不需要每天去挖开土壤检查它长了没，但我们常常这样做。我们紧张地想要确认进度，急着看见成果，想要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，宇宙就应该马上回应。可宇宙不是在回应你的焦虑，它在回应你的信任。当你能够真的放下控制，
允许一切按照它的节奏流动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反而开始加速，因为你放松了，能量就流动了。因为你不再紧抓，空间就打开了。因为你允许现况存在，创造就能穿越那个空隙进来。你越是接受当下的样子，越是能够创造新的未来。那看起来很矛盾，但其实是一种宇宙法则。你若抗拒当下，你就一直在抗拒正在发生的能量，而那份抗拒会让你持续停留在我不喜欢这样的频率中。你创造出来的也就只能是我仍然不喜欢的样子。但如果你转念，开始说我允许它现在是这样，你就松开了对抗，你就开始移动，你就开始对其一个新的可能。允许从来不是放任，而是智慧，是一种灵魂对生命节奏的尊重，是一种深层的说，我相信这一切正在为我铺路。当你这么相信，创造自然发生。你不用再逼自己高频，你自然就会流动起来。你不用再挤出灵感，它会在你安静的时候自己浮现。你不用再紧张地追赶成果，因为你会明白，你就是那个正在创造的人。你走到哪里，创造就跟到哪里。亲爱的，从今天起，请练习一件事，允许。允许你的情绪出现，允许你的节奏放慢，允许你的不确定感被看见，允许你的渴望还没显化，允许你在还没有答案的时候，依然给自己信任，因为你给自己的空间越多，宇宙能进来的空间也就越大。你不是在等待神迹，你就是神迹本身的延伸。你不是靠控制来创造，你是靠连结，靠接纳，靠允许，让生命在你之中流动。当你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创造自然发生。有时候，你会在毫无预警的瞬间落泪，可能是某句话触碰了你，可能是某段回忆突然浮现，也可能只是因为你真的太累了。你告诉自己要坚强，你试着忍住那些突如其来的情绪。你怕哭泣会让人觉得你脆弱，你怕崩溃会打乱你努力维持的平衡，于是你压抑，你微笑，你转身走进洗手间，轻轻擦掉眼角的湿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哭泣不是倒退，不是不够坚强，不是又现回旧有的痛，而是一种能量的释放，是一种灵魂的蜕变，是一种你从未察觉的内在重整。哭是身体的智慧，它知道什么该流动，什么该释放。它知道你背负太久了，它知道你一直都在撑，它知道有些情绪光是说不够，需要用泪水来承接。你的灵魂知道，眼泪是进入真实的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把哭误解成软弱，以为只有失败的人才会崩溃，但其实真正愿意哭的人，才是真正敢面对自己、敢转化自己的人。当你哭，你不是倒退，你是在和过去的某个自己道别，你是在让曾经被压抑的能量浮上来，让它终于有机会被看见、被释放、被转化。那些你哭出来的泪，其实是你灵魂在说，
我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不再假装坚强。我准备好正视自己的需要。我准备好穿越这层情绪的雾，看见更真实、更深层的我。蜕变不会永远风平浪静，它会混乱，会疼痛，会动摇。它会让你质疑一切，让你在某个夜里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。但那都是过程，是你正在重组自己内在的结构，是你从一个旧有的认知里走向一个更自由的存在。而哭是这个过程中最温柔的转换点。当你愿意为自己的痛流泪，你其实是在说，我愿意爱我所有的样子，不只爱那个成功的、快乐的、强大的自己，也愿意爱那个无助的、害怕的、脆弱的版本。那份全然的接纳会打开你的能量场，让你不再分裂，不再藏起那部分你曾经不愿面对的自己。哭是一种整合，是一种与过去和解的方式，是一种为未来腾出空间的行动。你每流一次泪，就为新的自己清出更多的空白，让新的可能、新的灵感、新的力量有地方可以落下。所以不要害怕哭，不要急着停止它，不要让社会的标准把你内在最自然的疗愈方式变成羞耻。请你允许自己哭，在需要的时候哭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哭，在所有你以为应该坚强的地方，温柔地松开那些压抑。你的灵魂会感谢你，因为你终于让它有空间呼吸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，因为你终于让它释放了那些常年累积的压力与恐惧。你的未来也会感谢你，因为你正在用泪水清洗出新的道路，让真正的创造、真正的连结、真正的爱能够从那片曾经疼痛的土地上长出来。亲爱的，哭不是倒退，哭是进化，是你走在灵魂旅程上的印记，是你回到自己最真实样貌的证明。所以，当下一次眼泪来了，请你不用躲，不用忍，不用急着整理好自己，你只要静静地陪着自己哭一场。你只要告诉自己，我在这里，没关系，让它流。这只是我在蜕变，这只是我在清理通往新阶段的路。而当你哭完，你会发现空气都不一样了，心也轻了，某些一直卡住的情绪也流走了。你会再次站起来，不再是硬撑着往前，而是更柔软、更清晰、更接近真实的你，正走向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这就是你灵魂的成长，这就是你爱自己的方式，这就是你蜕变的证据。你花了很长的时间练习怎么当一个没事的人，练习怎么控制情绪，怎么压下眼泪，怎么表现得更成熟稳定。你以为感觉会妨碍你，以为一旦你陷进去就会被吞没，于是你开始学会把情绪关起来，不让它靠近，不让它流动，不让它打扰你正在努力建立的秩序。你怕痛，所以逃；你怕失控，所以压；你怕别人觉得你太敏感，所以干脆假装什么都没感觉。但感觉不是问题，抗拒才是。你越抗拒感觉，它就越强烈，越黏人，越在你最不想它出现的时候爆炸出来。它会躲在你无名的焦虑里，
会藏在你莫名的疲惫里，会在某个小事件中突然失控的倾泻，让你以为你很脆弱，很不够好，让你以为是不是自己又退步了。但真相是，你不是因为情绪来了才受苦，你是因为抗拒情绪来才那么累。你花了太多力气抵抗，却忘了感觉本身没有对错，它只是在那里，就像风会吹，雨会下，云会走，它们不需要被修正，只需要被允许。当你开始不再抗拒感觉，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它会来，但也会走。它只要一点点空间，一点点呼吸，一点点诚实，它就能安静地离开，不留下混乱，只留下清晰。你不需要当一个永远正向的人，你需要当一个真实感觉的人，因为所有流动的开始，都来自于你愿意先感觉，你愿意承认，我好像有点累了，你愿意说出口，其实我有点失望，你愿意靠近那份悲伤，而不是说没事，我可以。你愿意让眼泪掉下来，而不是立刻擦干。那一刻，你开始流动了，你开始从压抑转为释放，从封闭转为敞开，从扛住一切转为允许发生，而生命也会开始流动。那些你一直卡住的事情，会慢慢有了转机；那些你一直压着的痛，会慢慢溶解；那些你以为永远无解的情绪，会慢慢找到出口，然后消散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自然法则。因为情绪本来就是能量，你不允许它动，它就堵住你；你允许它动，它就会带你往前走。你不是情绪，但你需要经过它。就像你不是风，但你可以让风带你飞。当你愿意说，我不再抗拒我现在的感觉，你就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走向真实的自己了。而真实的你，不是永远乐观的样子，而是有能力接住任何来到你生命里的情绪，不再压，不再藏，不再跑，而是温柔地陪着他走一段。亲爱的，你的感觉不是负担，它是指南针，是你内在能量的导航，是你灵魂在对你说话的语言。你越愿意倾听它，它越会指引你回家。你越愿意感觉，你越会靠近自己的核心，靠近那个真实、有力量、值得爱的你。所以下一次感觉来了，请不要立刻抗拒，请你先深呼吸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我允许这份感觉存在，我允许它有空间，我允许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。那不是软弱，那是你对自己的信任，那是你告诉自己，我够安全，所以我可以感觉，我够完整，所以我不需要完美，我够值得，所以我不再逃避我真实的样子。当你不再抗拒感觉，你会发现世界慢慢松动了，空气变得清澈了，身体变得轻盈了，你不再卡住，因为你终于开始活着了。这样的你，不再僵硬，不再防备，而是自由、柔软、真实地走在自己的路上。每一步都是新的创造，每一份感觉都在为你开路。让它流，让它来，也让它走。当你不再抗拒感觉，一切自然开始流动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